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京学区房惊涛骇浪，业主连夜降价80万。那么另外一个是中国小水电网上叫卖，什么情况啊？我们讲这两个故事啊，就比较微观一点，也比较接地气一点。我们也时常都会关心这些跟民生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因为北京的学区房和其他城市学区房有共同之处啊，所以影响很大。那么最近北京几个顶级学区的这个幼升小，引发了这个北京学区房的问题啊，把这个北京的学区房推上了风口浪尖啊。过去2-3天，西城区幼升小的一些家长接到通知，说是需要对2021年小学入学的意向填表，然后登记意向的时候，那么7月31号以后买下这个德胜、月坛和金融街片区的这个学区房的家长，原来以为呢就是肯定可以进这个牛小，就是很厉害的，就是优质的小学，但是发现填表的时候全部都不能选，只能选择其他片区的普通小学。那你想一下，学区房动不动是上千万，那其中呢，西城区的德胜片区被认为是北京最好的学区之一啊。那么而且就算是保底学校，它的水平都很高啊。所以北京的家长都是为了孩子入学，争抢这个入户的这个对象啊，就是德胜片区啊。所以呢，在填表的时候，德胜片区，在填这个学校意向的时候，像第二实验德胜校区，然后五路通小学、玉祥小学的热门的小学全部都没有学位啊。那么2021年西城幼升小多片区啊，入学意向表，它是叫幼升小多校划片入学意向表啊，它显示什么呢？德胜区没有学校可以选，那么相邻的学区是新街口学区、什刹海学区啊。什刹海学区有什么呢？有志诚小学啊，然后鸭儿胡同小学，然后那个月坛学区同样没有学校可选，只可以选相邻的学区是金融街和展览路啊，4个学区。那么金融街的片区影响比较小啊，有2个比较一般的小学可以选择。当地的这个中介说德胜跟月坛的名额都满了，优先派给了去年731啊，去年7月31号之前买进去。我刚才讲的是之前买进去啊，之后买进去的呢又不一样啊。那么之前还有啊，一个是去年7月31号买到那个房子之前的买家，就是住户，加上之前的原住民的家庭，还有4老房也划进去啊，他们的这个顺位比较靠前。那么除了空挂的4老，全会派到这个鸭儿胡同小学啊。你想想看，这件事情这个一时惊起了千层浪花千万，北京的这个学区房没有少于1000万啊，上不了好的学校，那么让这些家长捶胸顿足，骂声一片。那么网上就流传着说学区房时代终结了，北京学区房遭到重锤。那么市场对这个学区房的价值也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啊。那么手握学区房的这个业主
也陷入了恐慌啊。那么业内人士说啊，这次西城区公办幼升小依然是按照入户时间和相关顺序排序，只不过因为德胜区和月坛区这个片区学位过于火爆，所以导致没有学校可以调剂。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先说说学区房是怎么来的。中国教育法规定啊，那么学生就近入学啊，这主要是避免这个长途的交通和不便造成的不便和风险。因为你长途交通，一方面送会不方便，另外还有一风险啊，所以呢，就近入学，全世界都是这样啊。于是呢，就形成了呢，形成什么呢？形成了学区房啊，就是你想在，于是呢，他就划片，这个学校周围这一片全部都是上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周围一片上这个学校，就叫划片入学啊，划片入学。于是呢，上这个学校的这个片区啊，就是这个学校的学区房啊，就出现了学区房。那于是呢，你想上这个学校，那你就在这个学校的片区买房子啊，就出现了叫学区房啊。那么好学校呢，好学校的房子呢，因为这个家长想让这个孩子去上这个学校，于是就跑到这个片区里去买呢，当然就越好的学校，想去入读的这个孩子就越多，那么买的人就越多，价格就越高，这是水涨船高。所以学区房价格涨起来，跟划片入学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为什么学区房和学位会成为这个政策的对象呢？学区房呢，你可以看啊，所有的城市，任何一个城市啊，任何一个城市，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啊，学区房通常都是这个城市里面最强势的这个房源啊。那么特别是中国家长啊，只要中国家长一出现啊，那么学区房就会被争抢。为什么？因为中国家长最重视教育啊。那么中国家长认为搞定学校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啊，于是重金下注啊，所以一个城市呢，房价要是涨，先涨什么？先涨学区房。去年年底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一线城市跟二线城市啊，房地产开始启动。从哪里开始？学区房开始啊，北京、上海都是这样啊。现在的地方政府呢，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以前地方政府比较本位主义，什么意思呢？因为原来的地方政府呢，原来的官场呢，上来就要讲政绩，你要有政绩，你有政绩呢，你才能升官啊。有关系，也是条件之一，但是你首先得有政绩。所以地方官呢，政绩呢是一个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所以地方官呢是比较本位主义啊，本位主义是保护我地方的利益啊。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什么？中央的政策呢跟我地方有点不一致，会影响我地方利益的时候，我就敷衍一下，不真干啊。为什么？我保护地方利益的话，因为最后这个地方的经济会成为我的政绩。这以前中国官场的心态是这样的心态。那这2年就不一样，这2年呢，就政绩重要吗？很重要，但是关系更重要，或者是政治站位，他们现在叫政治站位。什么叫政治站位？就是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你是不是积极响应，这叫政治站位。动不动他就讲政治站位，所以这些地方官呢，就没那么在意什么呢？没那么在意政绩，把关系搞好了。把这个响应的政治站位搞好了，就好办了。所以呢，地方官现在对这个地方房价呢，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中央政府说宏观调控房价，地方政府这个阳奉阴违，因为
因为房地产价格跟它的库房是有关系的啊，因果关系。那现在不管，现在你说打房价，那我就打。地方政府要是一不小心房价涨了，那一票否决，那怎么办？那地方政府就开始挖空心思看怎么把房价控制起来。所以这个想来想去，想到哪里呢？就想到了学区房，因为学区房动得最快，一涨就涨学区房。那最早是北京，北京就开始这个把这个学区房作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手金来处理。北京的做法呢，各个区又不一样。你先说东城区，东城区的办法是什么？纯随机，什么意思？本来呢，你这一个片区一个学校，对吧？这个片区一个学校，那怎么办？那这不就形成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学区房了？他怎么办？我就把这个学区呢画大，就是说我这个片区呢有若干个学校，就不一定仅仅是针对叫多校划片，划很多校，划很多个学校进去，划很多学校进去，你随机分配。那这个学校呢，有好的，有没那么好的，甚至有可能有很差的。那你这个房子，这个多校一划片的话，那学区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对家长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它不可控了。原来是可控的，我跑到这个学区买这个房子，我就一定能读那个学校，所以这个钱是不会有冤枉花的。但你现在的情况是，他随机抽，随机派给你，你不知道你那个房子，我花了2000万买了一套学区房，本来指的这个名校，结果你随机划到了一个很差的学校，我花2000万，那个通常学区房又破又旧又不好，根本没法住的啊。那这就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把这个价格体系给打乱了。那么原来是100分的房子对应100分的100分的学校对应100分的房子，80分的学校对应80分的房子，那么50分的学校对应50分的房子，你现在是正好打乱了。那我可能花了100分的房子上的是50分的学校，你说我怎么办？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什么？现在市场上就不能够参照原来的学区来定价啊，那么市场又不可能短期之内重建一个大家认可的价格体系，那怎么办？买家就会观望，买家一观望，那么交易就会下降，价格就会松动。这是西城区的做法，这是东城区的做法。西城区的做法就打龙头，龙头是什么？西城区龙头就2个。一个就是月坛，一个是德胜，这2个涨得最猛学区。那怎么个打龙头？就直接给你划到旁边的学区去，然后就跑出来讲我这学区满了，就用这种方法把你划走。这一招是最狠的、最坏的。你明明花了10万块钱一平方的这个价钱买的这个学区房，直接让你去隔壁5万块钱的学区房，你说这个对这个家长的打击难以言传，那简直是我就觉得杀人的心都有了。你想想这什么情况？而且这个房子价格直接就会跌下来啊！所以你看啊，这些学区房越贵的房子，它承受的损失越大，等于就是直接从家长身上生生的往下割肉，没有别的啊。所以效果跟东城区、西城区跟东城区效果是差不多，就是你成交也会降下来啊。而且你想一下，全部调剂出去，德胜片区跟月坛，你直接调剂到隔壁的那些没那么好的学校去，那价格这个学区房的价格肯定是暴跌啊。那所以呢，这个市场反应很迅速啊。昨天晚上，中介说
德胜片区有房源紧急降价，业主原来是报1000万，降到920万，直接降了80万。总共面积不到60平方，80年建的，那平均单价是15万一平方，你想想这个房价有多贵啊！那如果房源和优质的学位不再明确挂钩，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来的这个顶尖的学区一定会出现价格暴跌。那么，所以呢，包括德胜、包括金融街这些片区，短期之内房价下探是可以往下走，是肯定是可以预期的啊。那么今年的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个会会上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所以关于学区房首次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面点名所以呢像宁波、合肥、深圳这个厦门、上海、无锡都开始针对这学区房开始下手那现在的情况是，北京学区房对市场的影响开始出来。那今年4月份，北京教委这就已经其实已经打招呼了，说今年全市将进一步加大这个多校划片，就是把多个学校划的其实就是把学区划大，把多个学校划的一个片区去那么就是各个区要严格执行已经公布的多校划片的政策所以这不是一个新政策，这是一个已经公布的政策，不过已经开始发生了之前还对这个政策抱有幻想的人，现在要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那么，西城区的政策是什么？是去年7月31号以后，在西城区购房并且取得房产证的家庭，子女申请入读小学的时候，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的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的方式在学区和相邻的学区入学，就等于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就是你买的那个房子不能够给你带来好的学位了，就这个意思。然后东城区的政策是什么？东城区的政策就是它早就已经执行多校划片不过呢，过去2年都是就近摇号。但是摇号的比西城区稍微好一点西城区直接你没机会进去东城区摇号它有可能摇到那么学区房到底涨到什么程度那么以北京为例，北京是2019年西城区烂漫胡同一套5.6平方5.6平方的这个老破小总价是多少成交？总价是127万，平均每平方是23万这就是老破小这就是学区房。那么今年以来，这个德胜学区房涨价飙升到了多少？17万一平方那么今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什么特殊情况？北京以前呢，就是高中中学也好，初中也好，去海外读初中，现在已经开始想海外读初中那么很多家长因为疫情，小孩子送不出去，本来是去外国读书的送不出去怎么办？国内吧，在国内读，国内怎么办呢？那就买学区房。所以学区房热度再上来的原因是什么？再上来的原因跟疫情是有关系，孩子出不去了，只能在国内读，那就买学区房，学区房就暴涨那么现在就是今年以来，
宁波、合肥、深圳出台政策打击学区房，主要是重点是涉及呢，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还建立什么学区二手房交易机制，这是深圳那控制学区房。4月1号开始，深圳3个部门联合印发这个开展学位房、学区房的这个虚假广告专项整治。它怎么专项整治？深圳的做法就是不能说它是学区房，这个很搞笑这就是不让讲然后深圳还提出来全区试点大学区加大学区学制。你比如说像这个明治街道小一和初一各自选取5所学校，放在一个大学区招生。那你想一下，一个学区里面有5所学校，那个所谓的，那你就等于什么呢？等于就是摊薄了它的含金量大概是这样。我们简单的评价一下第一个，打击学区房首先是什么？首先是打击学区房的学生你想一下，本来这个学生是可能在这个学区读这个优质的学校，突然他因为你要打击房地产的政策，所以他没办法读这个学校了，他啪一下去了另外一个学校，没那么好的学校。那么对这个学生来说是不是不公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学区房就是赤裸裸的割肉，就是说现在这个多校划片这个政策就是赤裸裸的剥夺学区房业主的资产。我原来花了1500万买一套老破小，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学区的问题，我才不会买这样的破房子。我买的房子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买了一张票，进门的票。结果呢，你改政策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这个政策改了。我这1500万的这个入门砖，这入门门票一下子变成了什么？可能变成了1000万都不到。就这个原因，这就是生生的把这个什么呢？把别人的这个财产给剥夺这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烂政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直接就把别人的财产给剥夺。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限行、限号、单双号。你这车本来你是可以一年365天都可以在马路上行驶的，突然他有一天公布说，你这个车只能单号出行，意味着什么？其实是意味着你剥夺了你的财产权。财产权有很多层面，有这个拥有层面就是你拥有这个财产，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使用的层面。你这使用，你本来是一年365天都能使用，现在你只能用一半的时间，意味着什么？就剥夺了你的财产权。其实这个学区房的性质是一样的，就等于你直接剥夺了你的财产。因为你的房价因为这个政策跌了，但是在中国又没有行政复议所以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学区房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叫什么最强悍的这个市场。那你要是打击它的话，意味着什么？对整体市场是有影响。但是影响怎么样？影响有多大？要看这个市场的关联，就是学区房跟其他的房地产的关联有多大。你比如说，有一些学区房，它对周边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有关联性很大。那这种它就会带来一个联动性的影响。那有些市场呢，学区房非常孤零零的就在那里，跟其他的房地产不搭界有这种情况，所以各个市场不一样。但是通常在房价比较敏感的时候，学区房下跌会对整个市场产生心理上的冲击。
市场心理冲击也是很重要。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讲到这里。另外一个讲讲这个中国小水电。中国小水电在网上叫卖，通常在电力行业呢，小水电会被称为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印钞机，因为不用它干，它啥都不用干，就等水来就发电，发了电就卖掉，卖掉就收钱，所以它是一个不知疲惫的印钞机啊。但是最近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叫闲鱼啊，大家国内的网友都很知道啊，闲鱼是二手用品，手机你可以跑到闲鱼上去买，你用过的手机你不要了，放上去卖啊，闲鱼啊。最近呢，这个闲鱼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商品，就是小水电啊，小水电叫卖小水电，小水电站啊，小水电站。那么其中有一个卖家在闲鱼上卖的这个水电站呢，价格卖多少钱呢？这个比其他商品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6000万啊，6000万。卖家说呢，他是在2011年用8000万把这小水电站买回来的。这个水电站位于四川的亮山州啊，总装机容量是9000千瓦。那么过去几年呢，这座这个发电站，它发出来电呢，它一部分呢是卖给谁？国家电网，另外一部分是卖给谁呢？卖给这个比特币的挖矿企业啊。那么一年大概，它是怎么个账？我算给大家听啊。它卖给国家电网的电，一度电是1.8分9啊，0.189元。卖给比特币的这个挖矿企业呢，每度电是3毛钱啊。那么他当时2016年，他从国家电网拿到的收入是多少？460万。比特币拿到的收入是180万，因为他卖给国家电网卖的比较多，卖给比特币的这个挖矿企业卖的比较少。但是后来发现一算，哎，还是这个比特币价格比较合适，所以他越卖越多，慢慢的就转给这个比特币企业的卖的多了。于是呢，到了2018年呢，他就卖给国家电网剩下了270万，卖给这个比特币企业的410万，也就是基本上这个比这边多了很多啊。虽然不到1倍，但也有30%多啊。那么这个小电站呢，在2018年，它的总收入是680万，然后扣除20名员工，然后税收，然后设备维护，哎，它可以净得利润是多少？500万。一个每年有500万的利润的这个网站，小水电站卖6000万，合适吗？啊，还行哈，好像，但是啊，他要卖掉，问他为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他炒房地产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所以他准备把它卖掉。你信吗？我不信。那么另外一个小水电啊，装机容量是200千瓦，是广西柳州一个小山沟里面，装机容量比较小，所以呢，他们准备卖几十万，那就很便宜了。那个卖6000万，一个几十万，都在卖。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分类，装机容量在5万千瓦以下的，都叫小水电啊。那它它刚才这个是9000千瓦，那离1万还差很多啊，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小水电啊。那么这些年来呢，小水电呢都是民营企业，都是民营资金在做这个，但是大部分的卖家都说现在小水电越来越难做啊。那么现在在闲鱼上卖的这些小水电，分布在3个省，一个是云南，一个是广西，一个是四川。所有的小水电都一样，靠什么？靠天吃饭。雨下多的时候呢，就很好。有旱季呢，它就发不了电，甚至是没有水来的话，它没法发电。但是水太多呢，
又只能弃水，弃水就是只能把水放掉啊。所以中国小水电的春天是20年前。那么2002年，国务院批准15期间，在全国建400个水电农村电气化的县，400个县。那么正好这个时候呢，全国出现了电荒，2002年。所以从这一年开始，2002年开始到2005年，像什么浙江啊、广东啊、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投资者跑到哪里？全部跑到这个西南盖厂子，盖什么厂？水电厂，开发小水电。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小水电。但是小水电也不那么容易啊，小水电它前期投入大啊，那么投资回报期长，然后他们还承受不同的运营压力。你比如说水一下多了，就是心疼，没办法；水一下少了，那就麻烦了，就发不了电。而且这些人呢，搞了10几年下来，年纪都大了，不想搞了啊。但是真正影响大的是什么？真正影响大是第2个方面，就是比特币，打击比特币。5月21号金融稳定委召开第51次会议，明确提出来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随后，内蒙、青海、四川陆陆续续的下发这个清理这个比特币挖矿项目。那么其中四川就要求，一个是在央企在四川的发电企业，还有一个就是省属发电企业，然后再是各个市州开始去拉网式查什么？查这个发电企业是不是有向这个挖矿项目供电，如果有，马上切断。现在就是这样啊。那刚才那个亮山那个小水电，它大概有60%的电是卖给这个比特币挖矿。你想，比特币挖矿是3毛钱一度电，它卖给国家电网1毛8分9，差很多啊。所以它为什么卖掉？我觉得跟这个挖矿，它是等于就是停掉了。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能够卖的更高价格的这个比特币项目全部都停掉了，现在基本上全停。原来还以为四川因为用的是水电比较环保，所以允许它存在，但事实上全部都关，不管是不是水电都要关掉。这是一个。第2个是什么？环保压力。那么小水电站的春天就已经过去了。水利部、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能源部能源局4个部委2018年印发了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意见，就开始这个要纠正这个小水电这个对环境的影响。这个问题呢，就是这还是一个什么政策呢？面多的加水，水多的加面。电荒的时候一哄而上，让你们盖去吧。盖完之后，发现哦哟，原来对环境有影响，那又开始清理清退了啊。四川为例，四川水利厅去年统计，四川现有多少个小水电站？5025座小水电站。那么要涉及整改和清退的多少座？4774座。那么其中1091座将被清退清退是什么意思？就是拆掉清退就拆掉1000多座，疯了吧？你说这个，就中国政府就这么干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他鼓励你干什么，没过几年他就开始翻脸然后368座3683座整改然后又要搞什么呢？搞环保，又要搞取水证，又要搞这个土地预审，又要搞林地征用等等，还要搞什么水生生物影响评估
手续有多少项？猜一下，6699项。所以你说这些小水电站怎么扛得住？扛不住怎么办？扛不住就卖呗，就是个原因。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小水电一看这个形势，怎么搞？电价要降下来，然后这个环保的这个东西又陆陆续续的上来，然后就刚才我们讲的呢，其实那个卖6000万的也面临的这个问题，要整改清退的问题，所以呢，这些网上就开始卖这些小水电就放到闲鱼上卖。我们评价这里面这件事情有2点，第一点，中共的政策都不要相信，为什么？它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面多了，什么时候水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当你一听哦，电不够，那我们就去发电吧，你投了几千万搞了个水电站，结果现在翻脸不认人了就是这样。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在西南地区电价卖不上去的原因是什么？卖不上去的原因当然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经济活动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小水电它电上不来，也反映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好吧，我们今天就讲2个小小的经济跟民生都有关系的财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那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先明谢 Mike 朱，谢谢Charles Chen， 谢谢。观点：学区房的根本原因在于义务教育水平不平等和供给机会的不公平。既然划片入学，为什么还要限制名额？义务教育作为公共品，政府人为的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选择生源就背离了公共品的本质。公共产品的本质是提供最基本的需求，而不是提供精品服务。要公平地覆盖更多的人群，而不是选择接受服务的对象。这种条件下，怎么可能取消学区房呢？大家都说不限制名额就会乱套，殊不知这就是忽略教育市场供给机制的后果。这段话讲得非常有水平非常有水平。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实际上应该是，如果是政府提供的教育，首先要保障的是什么？保障的是入学教育的公平性，就是说，政府要确保所有的学生有机会读书，有机会接受一个，有机会获得一个保底的教育水平，这是公共办学的一个，就我们叫公共教育的一个核心任务。然后呢，那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就是精品的教育，就是有更高要求的学习，那就应该是什么？那么要么也可以公共办公办教育也可以有这种产品。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私校私校可以提供有特色的教育，那么有针对性的教育那么特色教育应该由私校来，但是中共当然它不允许私学，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中国的这个教育呢，就变成一个四不像看上去又不像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品，因为它还有名校有名校的同时呢，它又划片，所以呢，实际上它看上去又在提供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它又没有达到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所以这段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情况我周围几个非常富有的朋友所遇到过的问题，有被骗几十万没去成顶级私校的，有的因为疫情没有出入境记录而去不成国际学校的，还有刚买了学区房，落户时间不够，读不成学校的。在国内再有钱也未必能解决入学问题，就是这样。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的问题是权更重要，权比钱重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那么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权啊。观点：所谓学区房，与其说是为了小孩上学，倒不如说是为了等房子升值再卖给下一个购房者。一线城市学区房和普通房差几百万，如果真的是为了小孩读书，那这个差价可以上贵族学校或者请人1对1服务了，也不是。学区房的价值的原因是什么？击鼓传花。什么叫击鼓传花？我买这个房子买下来，我孩子就在这学校读书，等他学校毕业了，我不管他，至少我能够把这学区房再卖掉，也许还能涨，还能挣一些。为什么学区房大家趋之若鹜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我让孩子读完书，然后顺便这房子再涨一点，那我就至少把利息拿回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它不仅仅是学位的问题，它还有投资的因素啊。你刚才讲的让孩子去读贵族学校，它只是个开支，它不会收不回来。学区房它投进去，它还能收回来，甚至可能会涨一些，所以思路不一样。观点：房产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楼市崩塌会影响各个行业的崩盘。中共会在这个方面保证放假的稳定，但这个领域不是太好控制，这应该是中共头痛的当下问题。过去20-30年，中国的繁荣来自于哪里？来自于2个领域，就是中国获得，大家知道，过去20年、30年，中国经济需要大量的投入。其实中国一直是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当然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靠出口，出口就是世界工厂。中国其实是2个核心的引擎，中国经济有2个核心引擎，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出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投资投入。投资各方面的投资，只要你投资，其实就是花钱，花钱你就会有经济成长。那比如基础建设投资啊，各种房地产投资，各种各样的投资加在一起，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些都要钱啊，投资最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一方面出口挣的钱，挣多少钱？一年大概挣5000亿美元。但是如果和中国每年投几十万亿相比，还是差很多。靠的是什么？借钱、借贷，所以两头借，两头靠，一头靠出口挣的钱啊，挣的这个5000亿，一年大概挣5000亿。另外一头是什么？5000亿讲的是顺差啊，另外一头靠的是借钱，借谁的钱？借银行的钱。那么这两头是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2个核心的引擎。那么房地产在这里面起的是什么作用？房地产就在里面起的是银行通过向房地产借贷，把这个流动性放到市场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蓄水池。所以房地产对中国来说，这网友说的非常对，现在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房地产能跌吗？不敢跌，后果太严重。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地方政府把学区房作为房地产调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真不敢把房子给打下去，打下去那就问题大了。那怎么办？打学区房吧。打学区房，他不用动整个房地产政策，所以学区房第一相对小，在整个市场上相对小，而且它会形成个带动作用。所以呢，打学区房呢，对地方政府来说呢，就一方面影响没那么大，它不用动全局性的政策。第二个，枪打出头鸟，把出头鸟先打了再说啊，这就是他的思路啊。所以也反映他的这个对整体房地产市场的这种心态啊。提问 ：CCP 政府最新的楼市政策是延长二手房贷款审批时间，请问王老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政府有冻结楼市的能力吗？先答后面这个，政府有没有冻结楼市的能力？当然有，限购限贷都是冻结市场的能力啊，冻结楼市的能力啊。那么延长二手房审批的时间，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银行的问题，银行现在所有的商业银行基本上把信贷的权利全收上去，收回总行。原来的做法是什么？原来做法是各个省自己做自己的生意，每个省你有多少存款，你进行多少贷款，你按照自己的这个经营策略去做，总行对各个省进行调控啊，给新的政策。但是呢，应该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20多年了，就是开始什么呢？开始发现各个省的运作有风险啊，这样做风险非常大。各个省分行的这个负责人，他也经常乱来，那怎么办？把所有的信贷权资金全部收上去，收上去之后，因为现在的这个金融运作的这个我们叫金融科技是很发达，所以资金的这种调配非常的灵活。所以呢，他把所有的资金跟审批权全部收上去，每个月总行按照这个总行的盘子的情况，把指标发下去，每个月逐月发指标，各个省自己的这种控制能力就没有了，它就是个执行机构。那现在的情况是6月份的情况很特别，6月份是年终啊，年终通常是指标很紧张，很少，因为总行在调控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所以通常6月份的指标会少啊，12月份的指标也会少啊，1月份、2月份的、3月份的指标都会很多，这跟他们银行的这个周期性的规律有关。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去年12月份出的政策，就是集中度的管理。集中度管理实际上把各个银行分给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比例给加了个顶，就不能超过这个比例。那么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超过了它规定的比例，那怎么办？那等于就是今年开始就开始减少，只能减，给你2年，给你4年时间减，那你就减少呗。减少就出现的情况是什么？他并不是不批，他也想做这生意。银行不做生意，那钱不完蛋了吗？银行手上握的钱都是什么？烫手山芋，因为他是要给利息的，所以他必须尽快把手上资金贷出去，所以他是要做这生意。但是呢，他很多情况是什么？省里没有拿到总行的指标，那他怎么办？他就延后呗，就告诉你还没批，或者把这个审批时间拉长。这是跟银行内部的运作有关系，跟房地产政策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关联度不太大，跟人民银行的那个集中度有关系。总之，这件事情并不反映说政府要把房地产给打死，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跟银行的周期是有关系。观点对很多家长的观念很困惑，有1000万弄个理财产品，1年挣个180万不香吗？现在多少名校毕业的海归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那你不是家长。你一看你这个观点，你就不是家长。为什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花一个1000万买一个学位房，让他有个好的开始，这是家长的责任，他也是这样的理念，这是第一个。你说把这个钱去买理财产品，万一你的理财产品赔了怎么办？不一定的，理财产品我从来不鼓励大家买啊。还有一个就是学区房买了，这孩子用个5年，我再把它卖掉，那现在1000万可能卖掉的时候可能1200万，所以这里外里的不一定亏的啊。观点随意更改学区划分本质上和下架滴滴是一样的，披着依法的外衣，蛮横霸道的侵害私有财产，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观点：学区房这个政策会很快得到贯彻执行，因为原有分配学位的规则改变之后，但优质的教育资源稀缺状况并没有改变，因此日后学位的分配权又会重新回到政府部门，这就产生了权力寻租空间，以后找关系走后门的套路会更加普及。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乐于执行这种政策，非常正确。非常正确。你可以看到现在政府部门这种为自己建立这种寻租空间的这种动机非常强。观点：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是2016年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啊，这个政策背后是为了救2015年的外汇大批逃离中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所以当时一方面拉动房地产救市，一方面推出万众创业，一时间2016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影响力达到顶峰，国人也在这段时间自信心快速膨胀。但其实这一切只是海市蜃楼，缓解了2015年的危机，但让现在的中国摔得更惨。这个网友说的很对，2016年其实是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的上半年，到了2017年下半年就开始收紧了。中国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那句话，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2016年的下半年2015年的下半年，经济开始跌得非常的惨。到了2016年的上半年，急了。所以呢2015年2015年的下半年开始出政策了啊，出政策。到了2016年上半年就开始，就所有的政策都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波行情，基本上那波行情大概持续到2015年到2020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啊。观点：澳洲也有学区房的情况，不过私立学校能够分走一大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另一方面，在澳洲成绩不是决定一切，做技术工人同样能够有很高的收入。所以学区房的问题在中国也只是教育系统畸形发展以及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结果之一，非常对啊。中国因为很清晰的这种社会等级观念和社会等级现实，中国不仅仅是等级观念的问题，它是非常清楚的等级现实。你社会阶层越高，你的收入越高；你社会阶层越低，你的收入越低。所以贵贱是有道理的，贵贱背后的是什么？背后就是收入的高低。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家长拼了命要让他读好的学校？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爬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上面去。它背后是什么？利益啊，这就是利益的问题。情绪归根到底还是如何去掉人为因素，做到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问题。日本也有学区房，房价坚挺，长期稳定，按照市场规律走。情况，日本为了保持教育公平，公立学校的教师归属教委，不属于学校。
教师3年一次在各个学校轮回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啊。观点：中国现在基本没有房产税，所以不应该有学区房的概念。美国的学校收入主要来自于当地的房产税，相当于自己多花钱请好老师，而中国属于财政拨款，政府本应是通过税收二次分配带来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而中国的政策看起来是用财政补贴较富有的阶层，造成更大的不公。有道理，非常对。观点包括我们的义务教育，其实国家很多的公共产品，从供给角度给你限量提供，又不让资本进入，导致人为的供需不平衡，进而规定各种条件，限制享受公共产品。这也导致了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机构产生了很多的寻租空间。其实监管也知道，但是就是不去做，连最基本的公共产品的性质这种概念都不清楚，还乱规定，越改越乱，很有力量的评价，非常对。观点：学区房的根源在于那些计划经济时代为特权子弟建立起来的重点学校，现在老师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所谓的学区房现在还有多少含金量值得怀疑？观点：我有很多朋友一直渴望安全感，而他们认为安全感来源于确定性，比如我有几套房，我有多少存款，我认识多少上层。然而最近不管是滴滴还是学区房，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恰恰是最没有确定性的国家，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一个政策下来直接烟消云散，没被压死也是半身不遂。世界上最没有安全感却号称最安全的国家，非常对啊。这我都觉得这个网友的现在的评论的水平真的是越来越高啊。观点：多片化区最终会变成权力掌握一切，有权买低价房可以上好学校，没有权利通过贿赂上好学校，规则全变，非常对。观点：社会保障缺失，二高考一考定终身都是教育畸形的原因。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的师资有统一机构培训吗？所谓好的学校、坏的学校，是师资程度不同吗？因为在台湾，国中以下好坏学校区分不大，师资是差不多的，而老师的程度都在同年龄的90%左右。以前是公费培训的程度更高。一个好的学校当然有很多原因，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最核心的原因是生源，生源越好，学校就会好；生源不好，学校好不到哪里去。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当然是什么？第二个条件当然是这个学校的制度、学风、传承、传统啊，还有就是师资啊，师资影响大吗？师资影响挺大的啊。如果你这个学校有好的这个教师资源，那对学校的这个质量是影响很大。这3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个好的学校。所以它一个好的学校是需要很长时间培育，但是崩溃起来也就是1年半年就崩溃了啊。提问：中国房地产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老百姓只有房产70年使用权。请问王老师，老百姓如何保证自己的财产权？谁知道土地最贵？土地上的房子其实不值钱，老百姓怎么保证？老百姓没得保证，为什么？因为你没选票啊！观点：学区房悍然取消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测试民众底线。如果这么割你都没事，那么房产税上做多大的文章都可以了。情况：北京多校划片后，头部学校对应的小区价格猛涨，因为有钱人会全款多买几套解决概率问题。中间档位学校对应的学区确实发生了降价，会这样吗？那也太土豪了嘛啊！不过北京土豪真多啊。观点：无论是炒房还是做水电站，
赚到的钱都必须转到国外，不然一切都是白忙。我2018年把4套中的2套卖了，移民塞浦路斯。还有朋友骂我汉奸卖国贼，真不知道他们脑子被洗干净了，还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不是，既不是脑子洗干净，也不是劣根性，是什么？就纯粹是要骂你，没别的。中国人看不得别人好，所以你干嘛要去告诉他们，对吗？你找骂嘛，这不是。情况我是跟电网做生意的，知道小水电的情况。国内的电网是垄断企业，小水电本来是很环保的产业，但是如果投资者跟电网领导没关系，电网领导不占股的话，发出来的电根本没法上网，只能白白浪费。以前挖矿产业养活了很多小水电，现在挖矿一刀切，小水电又卖不出去电了。看见没有啊？观点：曾经在广东制造业多年，制造业焦虑从来没有消失过。利润低不提，订单靠出口，只有一个原因，可以收到款。这次深圳出来的降低工资的政策基本上是乱来。从胡温时代开始，招工一直非常困难，尤其是纺织行业。珠三角也就2个行业能够持续在世界工厂中保持地位，一个是纺织，一个是电子。工资限制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招工荒，招不到人，订单也完成不了。本来利润低，恶性循环，很多珠三角企业接单死，不接单也死，非常无奈。现在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就是现在企业是两头为难，不敢接单啊，但是不接单你又死，因为工厂你没有单怎么弄？那你接了单，你一接没有工人怎么弄？招不到工啊，招不到工的原因是什么？工资加不上去，工资加不上去的原因是什么？整个的成本就很高，你整个的成本很高，那你怎么办？你全部都是固定的成本，只有一个成本是弹性的，工人工资是弹性，其他都是固定成本，你怎么弄？所以为什么工资加不上去？就是没法加，一加这订单是赔的啊。情况，一个朋友说，几年前考虑过建水电站，其实他们想做银行抵押骗贷，投资1500万，押银行能贷出3000万，然后因为银行政策有变，不再抵押贷款，给小水电站作罢。银行有那么笨吗？你投了1500万，押给银行3000万，你觉得银行都傻吗？做钱生意的人，那肯定比谁都聪明啊。除非什么？除非你买通，买通你不一定要用水电站去抵押，你说呢？对吧？提问：居民用电至少是6毛1度，而且还是采用阶梯电价的方式。请问王老师，为何这些小水电不能直接卖给附近的居民？是技术限制还是政策限制？你怎么可能？所有的电网，大家知道，电力行业基本上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发电企业，然后是什么？然后是电网，电网负责什么？负责英文叫 deliver， 就是配送，其实就是配送，就是把电输送到居民家里去。那不是每个人，你说电厂它没有这个网络，它怎么把电卖给居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个中介机构帮助他去调节这些各个店的关系。这个中介机构你说没有也没关系，主要就是一个发电企业，一个是电网。那电网是政府垄断，这个中国一个北方电网、南方电网。那么现在还多出一个什么？做个铁塔公司。铁塔公司是什么？搞输变电的，建铁塔，长途运输。那么电网就是本地的建立一个电网，所以多一个铁塔公司。它不是技术限制，也不是当然政策有限制，你不可以自己卖给他，你得卖给电网，电网再卖给，才有资格再卖给居民，卖给工厂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海外有学区房为什么没有火爆成中国这样？海外的学区房，据我所知，美国的学区房也是很火的啊。
学区房也会比一般的房子要贵，而且很坚挺，而且很多中国人买啊。但是没有火爆到中国这个地步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私校。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很对，澳洲的情况差不多跟美国差不多。私校已经分走了一大部分，就是经济收入比较好，但是他又希望有更好的教学质量的学校，那他就不跟学区走，他就直接去读私校就好了。所以有一大部分就跑到去干什么？去读私校去了。但私校你学费比较贵，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了，所以大致上，所以他学区房不会一直到天上去，原因是大部分的有比较好家庭条件的家庭的孩子去读了私校，所以他就没有一直跑到天上去啊。情况非固定工作时间并不是指临时工和外包工，现在必须按时协同进行工作的岗位并不是很多，比如电源、产线工人、保安等，绝大多数岗位可以在弹性工作时间模式下完成。于是企业便和这些员工订立无固定工作时间的劳动合同，合同中豁免了员工上下班考勤，同时也豁免了加班的酬劳。但在当前社会当中，大部分岗位都是无固定工作时间，这样一来，大部分的企业对员工加班的酬劳也就豁免了。外资企业先开始玩的，现在被更多的学坏了。明白了，谢谢。我今天上午说错了啊，应该是这个，你说的很对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弹性工作制。弹性工作制大部分的岗位已经不需要，大部分的岗位已经可以弹性完成。弹性完成呢，它的意思就是就不用加班费了啊。不用加班费意味着什么？就不付加班费嘛啊。情况坐标广东4线城市，上个月起工资降了10%，还有本月发了去年绩效奖金还没有捂热，就说要退回去。看来广东的财政也明显开始缺钱了。广东尚且如此，就别说其他内陆省份，还如此铺张搞生日啊，铺张浪费搞生日啊。提问：经常听王老师说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但是美联储也是加息减息，请问王老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困惑我很久，希望王老师能够解答。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其实是讲它的一个政策的调节啊，政策调节。那我讲中国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问题是什么？它其实是心里没底啊。你比如说水电站，水电站2002年电荒，电荒呢，中国政府的力量很大，因为他权力都在他手上，他就出政策说鼓励大家去盖小水电。那他既没有规划，也没有前瞻性的分析，就出一个政策，就噼里啪啦小水电就上去了，也不做环保。当然，就是他的政策水平非常的低，政策水平非常低的后果是什么？他这个政策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这一系列的副作用到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副作用他扛不住了，那怎么办？就往回退，政策就往回退，政策往回退。为什么中国会有低人权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一往回退，你比如说，就把别人的水电站给一个政策下来，别人投了几千万的水电站，他就给他拆了，也不赔别人，这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是中国就没有办法保证它的产权，又没办法保证它的人权，中国政府就乱来，就是一风吹，一会儿向这边吹，一会儿向那边吹，所以我就把它比喻成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美联储呢，它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是什么？利率。当他发现经济过热的时候，他就把货币政策调紧一点；当他发现经济过冷的时候，他就调热一点。这跟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有相似之处，
但本质不一样，因为它不会去侵犯企业的权益啊，好吧，大概是这样。好，明谢 TT，谢谢刘艳，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